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是如何把自己吃成糖尿病的。我得2型糖尿病纯粹是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引起的。在读护士那4年，我几乎都是外食。我最经常光顾的店是蛋糕烘焙店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各式甜点，再加上一杯波霸奶茶，方便快速。我家附近的烘焙店我都光顾过了。我的包里除了书本之外就是零食，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，什么时候饿了就来一包。当时虽然知道自己吃的不健康，想着先把护士念下来再说，天真的认为一天到晚都在用脑，我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应该还不够提供给脑细胞用的吧。再加上家里也没有人得糖尿病，对这种病认识的也不够，觉得糖尿病是离我很遥远的事，没有这种危机意识。更何况我们的祖父辈每个人每顿饭不都得吃个2-3碗米饭，都不得糖尿病。虽然说当时技术没现在这么发达，米饭面条只能加工到半成品的模样，所以里边还含有很多的纤维。当时的社会条件就是那样的，大家吃着也都很高兴，吃完之后又要去干活，吃进去的饭量没等干完活早就耗光了，一天就3顿饭，吃零食也是偶尔的事情，根本不存在热量过剩被转化为脂肪的问题。当然也有特殊的，吃完之后就歪倒在一边睡觉了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现在社会进步了，各种主食零食层出不穷，越来越精致，现代人的2型糖尿病几乎都是吃出来的。既然饮食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，糖尿病的根本所在，那我们就需要从这方面入手啊。大家同意吗？以前我在享受这些精致美食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得糖尿病。可现实怎样呢？我给我自己的身体喂什么东西，身体就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回报。就好比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，预防胜于治疗，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人呢？当我真正被确诊为糖尿病的那一天，我才真正体会到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这不是单纯的嘴巴上说说而已，而是要真真正正的去执行。读护士这几年一直是学校、图书馆、打零工3点一线循环着，一天能睡足7小时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有人会说，读护士有这么难吗？答案是压力大。举个例子，一门学科没有达到标准，你只有1次补考的机会，再加上95%都是本地学生，咱是半路出家的，英文本来就有差距，再加上护士这个专业是跟人打交道的，在沟通方面你必须过关才行啊。不好意思，有点扯远了。现在想起来，读护士这4年我几乎没有去过超市，更别说是自己做饭了，没有睡过安稳觉，压力又超大，这就是活生生把自己逼成糖尿病的主要原因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我想如果没有读护士这件事，我应该也能找到别的借口来推脱吧。我应该也不会自己在家乖乖做饭，也还是会吃那些零食的，因为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控制糖尿病这方面的知识，没有意识到糖尿病是被自己吃出来的病。说来也滑稽，我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是我刚考过护士执照，想着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了，可以跟朋友出去喝下午茶，可以边追剧边享受我的甜点。读护士期间没有参加过朋友聚会，所以我想拿到执照之后要好好的跟他们来庆祝一下。可惜确诊之后，我每次看着那个大蛋糕就在眼前，我只能很遗憾的给自己切了一小块，只吸2口最爱的波霸奶茶。从此之后，这些我曾经光顾过的烘焙店就少了我这么一位忠实的顾客。不是说我有多么强的意志力可以抵抗得住这些我最爱的食物，是因为我在实习护士期间，在医院呢看到那些天天吃药、天天打胰岛素的糖尿病病人，他们进医院的频率越来越频繁，吃的药和打胰岛素的量每一次都在增加，可病情却越来越糟糕，并发症也是越来越严重。每一次住院把血糖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后，他们回去之后饮食习惯还是照样，虽然都有教他们少吃甜的，少吃点主食，多吃点青菜，多运动，但是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人都是很难去改变自己按年养成的习惯。再加上网络上的关于控糖资讯五花八门，
把糖友们搞得晕头转向。我们随便去搜索一下糖尿病人饮食金字塔，在饮食金字塔底部那个占最大块的，居然是米面面包这些富含淀粉的食物。就算医院里边给糖友们的伙食，也是按这样的金字塔来安排的。我自己刚开始也是按这种方式来吃。吃饭之前我查一下血糖，然后各查一下1小时和2小时之后的血糖，然后再记下来我吃的食物。我这么吃了3个月，结果我的血糖指标并没有降下来，医生要给我开药，我很固执说再给我3个月时间，如果不行我就吃药。接下来的3个月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就把我的主食去掉一半，然后看我的血糖的数据有很大的进步，我想着这个是可行的，但是少吃主食，我就觉得了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，我就把去掉一半主食的量用蔬菜加蛋白质的给补上，结果3个月之后，我的体重不经意间掉了5磅。说实在话，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，我体重减轻了，我的血糖值就变好。虽然每天跟病人说你们要减重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也只不过是口头上说一下，因为你自己没有真正体会过，那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已。事情只有真正落实到自己头上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才会由衷的深刻的感受到。所以我喜欢用事实来说话，不喜欢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，那些只停留在表面的知识性的东西。好了，今天先聊到这里，下回我会分享在没有吃药、没有打胰岛素的情况下，逆转我的2型糖尿病，而且10几年不复发。我是唐护士，控糖的路上，我们结伴前行。